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天下无敌啊！为什么自作主张？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你问我为什么？行，我告诉你，因为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打得一塌糊涂，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敌军指挥中心主力大部分兵力被我们摧毁，我们不但不趁着优势将对方一举拿下，反而跑去玉皇邸跟人家拼消耗，有这么打仗的吗？我承认我的判断有错误，但导致这场仗失败的人不是我。你不要在这狡辩。吴子健，你和我之前的个人恩怨，以前你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自己犯了错误，还在这推卸责任，还在这里狡辩，还在这里诋毁索夫旅长，这不行！我没有想诋毁谁，我也没想推卸责任，我说的是事实。你以为你是谁？啊，吴子健，你以为你是谁？部队是一个人的吗？怎么着？396旅惹不下你？你能耐大，想往上爬是吗？那我告诉你，只要有我江胜强在，你就别想得逞。396旅谁是王牌，咱走着瞧。马司令员，通知基地参加导调的人员，今天晚上谁都不许休息，把演习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分门别类梳理清楚。明天讲不到点子上，有的人不会服气的。好，还有，明天在整个复盘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关键的节点，由负责导调的同志现场还原。对，这样好，既减少了写材料的麻烦，又能把问题讲得透彻，针对性大大增强。演习报告写的怎么样了？军首长放心，今夜一定成片，明天一早送你审阅。数据一定要清晰准确，立得住。是。姐，关于明天的复盘，我们需不需要做些说明和解释？都让人活捉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情绪别那么大嘛。这次演习啊，好事坏事，焦点啊，几乎都集中在了一营。但我总感觉对于郭子健他这些……别跟我提郭子健。郭子健在这次演习中，就是一颗老鼠屎。哎，严重了啊！严重吗？他要不是擅离岗位，我能被他们活捉？满脑子个人主义，满脑子出名挂号。老索，你被俘虏，我也有责任，但归罪于郭子健，也太牵强了吧？牵强？政委，你好好想一想。打击黄石岭之后，我跟参谋长没有给他下任何命令。围攻玉皇岭的时候，我心想着这小子善于剑走偏锋，所以指挥上我就多留了一点空间，好嘛，把整个一营的骨干全给我拉走了，要端蓝军指挥部，我的指挥部无人可保了。指挥所遇袭，主要还在于龙远山主动牺牲了一个直升机编队，骗过了江胜强。别说郭子健他不在，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无法扭转战局啊！无法扭转？谁说无法扭转？如果他及时回防的话，至少能给咱们指挥中心争取撤离的时间。不是他，你看人家啊，为了保卫指挥中心，自我牺牲，他呢，啊，让指挥员给他多炮灰，
什么玩意儿？改天我管他叫首长，不对，管他叫爹。你说是吧？哪有这么干的？我们作为旅领导，姿态应该再高一些。你觉得我不够高吗？我是看在您的面子上，我在郭子健面前姿态还不够高啊！你看看他知道好歹吗？我看，刘科长对他的评价很准确，很中肯。太自私，太重个人名利。老苏啊，仗打输了谁都不好受，但我们对事不对人。我感觉，你对郭子健的误解还是有点深，没转过弯来。我不想转这个弯，我供不起这尊佛。不是你。灵狐，营长，今天你们表现不错，给咱一营长了脸，到时候叫上你们班长，我单独给你们庆功。班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政委，我要请假。都知道了，我正准备开会宣布这件事呢。请政委批我假，我要马上去医院。演习导演部已经派直升飞机护送吴东胜去189医院了。再说了，你明天还要开讲评会，不能缺席。我一定在讲评会之前赶回来。开会。政委，开完会再走。同志们，演习虽然结束了，但我们396旅的仗才刚刚开始。现在把大家召集起来，不是总结，也不是讲评。第一呢，是提醒大家注意部队情绪波动，尤其是政工干部，一定要担起责任，不要让士气落下去。第二，是提醒大家，每一个干部都要把眼睛睁大了瞪圆喽。第三，要求每位带兵人演习结束，谁也不能说怪话、发牢骚，尤其是不能讲不负责任的话。如果发现类似情况，党委绝不姑息，一定严肃处理。下面有一个情况通报：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在赴黄石岭地域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目前已送医院治疗。特此通报。郭子健，这么远的山路，你怎么赶得回来？郭子健，你是一营营长，能不能冷静一点啊？吴东胜的任务是我派的，我必须去。注意安全，快去返回。病人右腿受伤严重，失血过多。虽然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但他的腿
恐怕保不住了。就跟你打的那次演习，俺觉得那才叫真打仗。所以，俺现在好像有方向了。俺觉得，俺就是要当一个在战场上打硬仗的老兵。吴东升怎么样了？老桑，我要给吴东升请功。吴东升率领侦察小队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打击目标，事迹是立得住的。等总军会结束，我会搜集好所有材料，第一时间上报，这个你放心。还有就是关于蒋平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先给你提个醒。无论到最后，给我们一营，还有你个人是什么样的评语，甚至很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处罚意见。我希望你都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一定要态度好。毕竟吴东升的事儿还没有定性，而且我们在这次指挥上有打擦边球之嫌，无论哪一样被上纲上线，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知道吗？营长，赵大员，开会时间到了。经过导条组同志的反复梳理，最终确认，黄石岭一战由红方一营对蓝方指挥所的精确打击不成立，所以先前之于蓝方战损的判定同样也不成立。我觉得可以说得更直接一点，这就是作弊。红方所谓的精确打击，其实是红方侦察员违背了演习纪律的一次作弊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红方精确打击的坐标是红方侦察员已经确认解除了随身的电子设备之后，以违规的方式发布的。先听听再说。这不是往咱们营脸上抹黑吗？一定是蓝军吃了大亏，在捣鬼。别一伙，干脆你们直接去现场，向首长们讲清楚。是啊，否则吴班长不就白受伤了吗？是啊，快去啊！快去啊！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当时跟随红方一营侦察班行动拍摄到的视频素材。请注意，这是蓝军小组抓获红军侦察小组的时间为6时56分，请看视频画面。当时所有红方队员携带的作战装备以及随身的各种器具，包括电子设备，都已经全部被蓝方收缴。按照演习纪律，此时红方侦察人员应该退出战斗，但是6时58分，红方侦察班班长吴东胜突发意外，为了抢救战友，蓝军反侦察小组组长杨茂林呼叫在场所有人员抬车。后来经导条组核查，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时间为当日6时59分04秒，而这中间的1分多钟时间差，恰恰就是吴东胜同志突发车辆事故所需要营救的时间。当时蓝方所有在场人员均赶去抬车救人，但是这个救人现场却唯独缺少了红方侦察班副班长林一虎的身影。那么红方副班长林一虎在哪儿呢？导条组事后从红方一营指挥所接收到信息的落款编号看，这个编号正是林一虎所携带的手持机。
所以，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综合各种事实，林一虎正是利用了大家去抢救吴东胜的时机，将本已被俘上缴的北斗装备重新使用，并且发送了信息，属于严重违规。下面有请演习总导演、总指挥集团军梁北华副军长讲话。掌声很热烈啊，但是我觉得很刺耳。今天是演习的总结，我在这里只谈问题，不搞表扬。说心里话，对这次演习我一开始还是充满期待的，想着通过这次演习，对我们训练转型能够吸取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红蓝双方刚一交手，我的期望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来，营养是有，但是营养不良。刚才导调组的同志就演习的各个节点进行了复盘，说的都是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演习场上，从头至尾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功利之风，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搞什么名堂？如果这样的话，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如何担负起陆军转型的任务和使命？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未来陆军将会在什么样的战场上与敌作战？但是我想，不管什么战场，像这次演习当中反复争夺玉皇鼎的战斗，今后将很难遇到。同志们啊，演习之初，我给红蓝双方配备了无人机，还有一些智能的设备。但是，在整个演习的过程中，双方都只是做了点缀式的、辅助式的使用，真是让人失望啊！我就想问一问，为什么心智战斗力量的使用，在演习中没有精彩的表现？信息对抗的要素在哪里？同志们，你们回营房之后，好好的自我检讨，好好的自我总结。届时，集团军将会组织专题研讨，同时会邀请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到现场答疑解惑，去伪存真。是这样，除了参加演习的部队之外，电视电话系统连接的其他部队，目前已经关闭了。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都是咱们参加演习的自己人了。都听见了吗？现在屋里没外人，都是自己人。有趣的叫屈，有冤的申冤，憋都憋在心里。谁先说啊？报告，红军一营长郭子健请求发言。说。各位首长，实际上，在侦察小组出发之前，我就已经把这片区域判定为蓝军指挥所所在地，并且已经安排所属部队对那片区域随时准备打击。郭营长，我们有录像证实，你当时确实准备以此区域为主攻点。然而，一，你缺乏精准打击坐标；
2，你没有具体目标信息；3，你并未下定最后决心。正因如此，你才会派出侦查小组先行探路认证。然而实际上，早在吴东胜小组到达之前，集团军配属给红方的侦察分队就已经到过现场。虽然他们也是应你的要求才由吕领导派遣前往，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部被俘，甚至连一条联络信息都没有发回。那要照你的意思，没有侦察小组的信息，对黄石里的战斗就不打了吗？郭营长，据岛条人员核实，你确实已经集结了力量，准备对黄石岭实施打击，但是最后能让你形成决心并付诸行动，还能取得如此之好的打击效果，就是因为林一虎发来的精准坐标与打击目标。那只是你的个人主观推理。恰恰相反，作为岛条人员，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指挥员的战场决策就一文不值吗？任何决策都必须来源于情报与信息，而决策的成败与否，更是需要精确的信息提供支持。这一规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一直如此。这个梁参谋还真是留情不认。郭子健也是自作自受啊。讲得好！这次演习啊，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合成。这个词从字里到字面，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希望红军回去之后仔细的想清楚。尤其是合成单位，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想不清楚的话，以后你们的仗只会打成一锅烂粥。会议结束以后，红蓝双方回去各自总结。基地的同志们也会根据你们提出的合理化意见进行深度复盘。记住啊，胜负不是目的，如何提高战斗力才是关键。散会。下令。康政委，那我们就先带回了。396旅的官兵们，我们蓝军是你们的磨刀石，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希望从今以后，你们能够越战越强。参谋长，到，唱歌，补补士气。是。司令、4的都有了。东南有大，对抗，说得主德，说得主分，每天手中枪，得手榴弹，要准备，后手可见，上去。要不然我先撤。
同志们啊，我康保平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不敢出门了。郭子健，进入演习区域之后，你处处和指挥决策中心不合拍，处处表现你一个军事指挥硕士、院校机关参谋的派头，是吧？我旅指挥所的每一个命令都入不了你的法眼。你要是真有本事，我索建安佩服。你看看你这些事儿啊，哪一件不是贾生咽不下的烂饼子？我可以告诉你，就冲你不听指挥一条，我就能撤了你的职。侦察班长吴东升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请示？为什么不汇报？现在伤势严重，这么大的事故，你不知道反省吗？你不知道总结一下责任教训吗？当着首长的面，你干什么？胡搅蛮缠！郭子健，你想自我作秀可以，别拉着大家一块儿丢人。你不要，我还要脸。左代旅长，您今天说的所有问题，我全认。这次演习出了这么大事故，我郭子健不会当缩头乌龟。吴东胜的事儿，完全是我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无论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首长，这次对郭子健来说应该打击不小。您说他会不会一蹶不振啊？报告。396旅拿过来的情况通报，征求我们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他们怎么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集团军机关是不是也应该拿点意见？我们应该拿什么意见呢？都安排好了。啊，好了，车辆、装备等一系列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毕了，咱们明天一早就可以返程了。哎，王远，怎么了？你说今天会上，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有吗？没有啊。他郭子健今天都这样了，如果还不给他处分，那我第一个不答应。别说我了，咱全旅官兵都不答应。反言之，我倒认为您啊骂得对，解气。那换作是我也骂他不要脸。我骂他不要脸？您忘了？你胡扯！我能说出那么没水平的话吗？我说你不要，我还要脸呢。哥，这不一个意思吗？也是。哎呀，不管怎么样，对他的处理意见，还是再等等吧。啊？还等啥呀？等集团军领导的意见。不是，索副旅长，他之前是个代职没错，但是这次演习之前，他的任命是直接下到咱们旅里头的，那也就是说，他就是咱们旅的人啊。咱们自己处理自己人，还要看这么多脸色。人家是大机关来的，人小辈分高，懂个屁你！再说了，年轻人嘛，难免犯错误。处分那是为了教育他，不能一竿子打死啊！要是太严重了，那会影响他一辈子的前程的。您啊，永远都是这样，刀子嘴豆腐心。我这个人就是心太软。郭子健在步兵学院是一个优秀的参谋，也是我梁北华看中的人才，是我放到一营当营长的。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为他开脱的理由。首长说的是，你说这个混小子啊，当着全旅的面跟领导甩脸撂挑子，太任性了。指挥员是可以有个性的，保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在原则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我已经签字了，郭子健属于396旅，集团军机关绝对不会干涉396旅党委对他的任何处置。那您就这么让他硬扛？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但是关键的几步路，还得靠他自己迈过去。梁子海，你干嘛呢？怎么连饭都不吃啊？你还在看一营的数据啊？我想检查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错漏。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情况又很复杂。那你查出什么了吗？没有。要我说，就是这郭子健太自大了。他第一回准确猜出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第二次才会那么想当然。再说了，你说枪打出头鸟，他总跟指挥所对着干，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吗？柯营长，郭营长，能跟你单独聊聊吗？我还有事，我先走。吓死我了，吓死我了！真是背后不能说人坏话。他导条的结论是不是已经确定，无法更改了？是。吴东顺的腿，他以后可能无法继续留在部队了。这件事事关他以后的待遇，所以我想请求你重新核查一下所有数据。我已经复核过了，很抱歉，但事实就是事实。
紧，是怕我想不开吗？你有什么想不开的？我看你是最能想得开的。我之前是怎么嘱咐你的？我让你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可以触怒。你自己是怎么做的？这事我忍了，态度好了就能过得去吗？那你想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大不了转业。郭子健，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说这些话是一营营长应该说的话吗？行了，明天就要回营，赶紧回去准备吧。明玉虎留下，其他人带回。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趴吧走。我们俩来一把。不是憋着气吗？朝我这发，起来！营长，对不起。命令是我下的，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当时就想着要把班长说的信号发出去，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救他。行了，知道错以后就改，下回动手之前，先动动脑子。是，知道了。怎么样？想开了吗？想开了。这丢人吗？营长，你比我还丢人呢。想再摔一轮是吧？不敢了，这你让着我的。吴东胜的情况就是这样，腿是保不住了，而且马上要做手术。行了，事情已经发生了，要往前看，想办法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尤其是你郭子健，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是那句话，千万不要被情绪左右，要是再干出什么不计后果的事情来，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啊？知道了，政委。啊，有件事啊，你们回去准备一下。吴东胜明天做手术，需要大量的新鲜血液。医院这几天刚好有几个大手术，血库存血出现不足。我和医院联系过了，让一营出几名战士和干部给吴东胜献血。医院的同志今天晚到，给大家验验血。
你们回去以后组织好。放心吧，政委。行了，回去了。小三，给吴东胜请功的事怎么样了？其实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讲评会一开，侦查班的功劳就变成违规了，所以这事儿现在就变得难办了。再难也得办。他腿要真没了，离开部队以后他怎么生活？放心，吴东胜出了这么大事儿，这材料我无论如何也得交上去，我会尽有全力的。快！梁菜，这什么情况啊？紧急集合吗？梁菜！报告，说怎么回事？报告营长，吴东胜是一营的班长，负责的是侦察班的班长。什么意思？全营各连的骨干基本都是吴班长带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几个人派干部。那又怎么样？吴班长需要输血，很多人都能献血。李松伟，我没空陪你废话，有话痛快说。既然如此，献血就应该人人有份，哪怕是抓阄也行。为什么偏偏只抽侦察班的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吴东胜，你小子这个兵当的值了。同志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和营长就不能再瞒大家了。吴东胜同志，确实是因为失血过多，再加上必须要进行截肢手术，所以确实谁截肢？吴班长是铁打的脚板，不可能截肢。陈俊义，你调领人是不是说错了？搞错了吧？冷静点，冷静点。同志们，我郭子健来部队10几年了，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今天大家给我上了一课，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战友情。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可也许兵会走，但这样的情感永远不会散，反而会更长久。我替吴东胜，更替我本人，谢谢大家。风从未停歇，
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吴东胜的确是 AB 型血，理论上说，全营大部分官兵都可以为他献血。但是要说公平，最应该把胳膊伸出来的是我郭子健，哪怕是把我的血抽干。因为吴东胜从头到尾都是在服从我的个人命令。吴东胜原来是一连的兵，这个责任理应由我这个连长承担。谢谢你为我开脱责任，但事实就是事实。吴东胜的事儿，我难辞其咎。刚才教导员说，吴东胜这兵当得值了。我想说，以后不管吴东胜怎么样，他永远都是我们一营侦察班长。至于献血的事儿，我请求大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管将来哪个人的血留在吴班长的身上，我相信他都一定会感受到，因为这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血，是一营每一位战友的珍贵馈赠。这次演习的问题，责任在我。但我希望大家不要丢掉了打赢的信念，不要输了一营的气势。我们红一营在长征路上没含糊过，在抗日战场上没含糊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没含糊过，今天更不能含糊。听我命令，各连带会按计划组织训练，把短板补齐，把本领练强。向左转，多人派门正。一山一水一程又一里，愿风雨之后相伴。今天，我被一营官兵的这种行为感染了。我不知道，战友情谊还有这样一种几乎不讲道理的表达方式。一营倒不了，这样的部队根本不用搀扶或敲打。虽然我不清楚这支部队的底气在哪里，但从那一刻起，我坚信，这样有情有义的队伍，老天都会格外眷顾。多少书信你说都会铭记。吴班长，我问过了，今天给你做手术的是全军最顶级的专家。专家能抱住俺的腿吗？梁参谋，哎，演习的结果是什么呀？俺们赢了吗？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吴班长，你冷静点，不要激动啊！俺不信，俺不信！你们都出去！怎么了？冷静点！你们都出去！他问我演习的结果，
他马上要手术了，你还跟他说这些？吴东升不需要你的血，走。顾医生，马上就要手术了，您快劝劝他吧。营长，俺没事了，俺就是想跟俺这金右脚告个别。当兵15年了，部队每次演习，差不多都是俺带兵冲锋。这次就当俺最后一次大冲锋吧。营长，来吧，俺准备好了。我陪着你。这样重情重义的部队，是我们的福气啊！做法虽不值得提倡，但情怀理当培植。政委，重情重义，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营的优良传统。吴东升的手术顺利吗？目前为止还算顺利。家里人呢？吴东升是个大孝子，死活不让我们通知家里人。他爸妈年纪应该也挺大了，而且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是郭子健在医院照顾。这个郭子健啊，现在情绪化比较严重，让他清醒一下，亮亮脑袋也好。只是没办法向人家父母交代啊。本来这次演习结束以后，吴东升就转为5级士官了，可以一直留在部队里。但突然之间出了这样的事儿，腿也没了一条。如果真的就这样让他离开部队，咱们作为领导的，是不是得给人家里人一个满意的交代啊？想说什么就直说。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这件事啊，很复杂。一则，更高层次的奖励咱们屡定不了；二则，就是能定了，操作起来也没那么简单。我先谈谈上级的意图再说吧。关键还在于他们发送的这个情报。请政委为吴东升请功。疼吧？虽然打了麻药，但手术的时候，俺感觉很清醒。还别说，咱们当侦察兵的，平常的那点训练啊，关键的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是，一般的麻醉剂麻醉不了你的意志力，
虽然不疼，但是爱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俺的脚，俺的金右脚，就那么一点儿没了。就是不太习惯。营长，俺可以早的跟你说呀，只要是被俺这金右脚踢过屁股的那些新兵蛋子，大多都很有出息。踢得越多的，他们出息越大；踢得最多的，连比武比赛还经常拿金牌呢。那杨茂林，那就是最典型的一个。真的，我得时不时的，我就我去叫大夫。医生，没事儿，俺没事儿，俺就是想跟你聊一会儿。营长，对不起你，还没有完成任务，对你的承诺。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整个任务，你从头到尾都是在执行我个人的命令。不，营长。你是军事主管，俺执行的都是营首长的作战指令，从来都不是什么您个人的招呼。更何况，俺武东省当兵这么多年，这次任务是最畅快的一次，也是最强大仗的一次，真的过瘾。营长，俺武东省这回也算对得起兵王这个称号了。东省，你永远是我们一营当之无愧的兵王。以后的事，你不用担心，我一定替你安排好，不会让你委屈。营长，俺其实知道，像俺这种情况，想申请个立功什么的很难。你也别怪梁参谋，他能在那个时候告诉俺实情，俺真的挺感激他的。做手术的时候，俺想了很多。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俺。还手啊！你是全军比武冠军，吴班长他最看重你，用他的金右脚点化你最多。你呢？你把他金右脚弄没了，你就是想要报答他的。
你们干嘛呢？怎么回事？乱糟糟的。他们打架呢。没有的事儿。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这里是医院，受点影响。我出去看看。迷糊，你要干什么？郭营长，求求你，让我见见吴班长。没完了，班长是他害的，干嘛放他进去？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你跟着我干什么？留下照顾你们班长。营长，那你呢？我不能让吴东胜的右脚白丢。快别哭了，你要是再哭，小心俺拿着金右脚抽你了。班长，你抽我2耳光解解气吧。胡扯！看着你进步，俺是比谁都高兴，也不按俺金右脚疼你这一场。班长，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给你当腿。你这不是胡说吗？你要是真觉得对不住俺，你就答应俺一件事儿。班长，您说。你听好了。俺要你还一营一个兵王。老三，吴东胜的事儿，吕丽到底怎么说？吕领导也挺为难的，人家正开党委会研究呢，我把吴东为难什么呀？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郭子健。同志们，这次常委会主要议题有2个：一是对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找准差距，迎头赶上；二是对郭子健同志在演习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拿出处理意见。我先说说吧。首先，我谈一下，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我旅在战时保障工作方面所存在的4个突出问题。郭营长，这是旅党委常委参加的会议，你不在列，你不能入会。我不要求列会，我只提一条诉求，5分钟就够。纪律就是纪律，你别说5分钟了，我1分钟。这怎么说不通啊？哎，你怎么说不通啊？你是不是安静？你，首长，你看他，
让他进去。今天党委会破个例，给郭大营长几分钟，党委会暂停一下，等他说完再继续。各位首长，我知道干扰党委会议，后果很严重，怎么处理我都行。但眼下这件事，还请各位首长能够尽快敲定。不是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一句话，为吴东胜报功。啊，给吴东胜报功的问题啊，一营党委书记桑海田同志已经找我汇报过，我们将根据有关的规定和政策统筹考虑。你完全没必要到旅党委会议现场来提。吴东胜受伤致残，追究起来，从头到尾严重违反演习纪律，私自用兵，造成的责任事故，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关于你的处理意见，我们正在讨论，你却跑来给他邀功请赏，你脑子怎么想的？索副旅长，我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请求您看在一位老兵搏命沙场的份上，为他报请军功。搏命沙场，你说的好听，我再重申一遍，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你用这些好听的词汇装潢修饰，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吗？李刚是，看不得见。就算认定是责任事故，那也是我的责任，不是他的责任。他只是服从命令。在整个执行任务过程中，吴东胜表现的是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再说了，郭子健同志，今天的党委会议很重要，你先出去。关于这件事，等会议结束以后再说。政委，我就是知道今天是党委会议，我才来的。等会议结束了，吴东胜这件事儿就没希望了。求求各位领导了。郭子健，他有个营长的样子吧？出去！只要能为吴东胜请功，即便把我这个营长给撸了，即便让我转业，我都没意见。你以为部队是什么地方？立功受奖能等价交换吗？请求各位领导，就算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请为吴东胜报功。照你这么说，今天不给他报功，我们就不人道吗？我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报功，连嘉奖也没有，连自己的兵都保护不了，我这个营长有什么用？我不干了。不干！我的天哪！你吓唬谁？我是壮大了。告诉你，今天党委开会就是研究关于你的处理意见。你就是想干，也不一定有机会了。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各位首长，对不起。保兵同志，你是政委、党委书记，你决定吧。好。既然郭子健啊，是今天
绕不过去的话题。那好，我们就趁热打铁，专题研究对他的处理意见。东方同志，先谈谈吧。郭子健，你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啊？本来是还有希望的事情，让你这么一搅，彻底给搅黄了。希望个屁！你不努力争取，跟我废这话有什么用？你是吃强药了吗？吃强药你也不能到处咬人吧？行了，我不跟你废话，我也不用等他们处分我，我自己打转业报告，大不了我回去创业，养吴东胜一辈子。郭子健，你给我冷静点儿！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是没见着吴东胜，他的脚没了，他的黄金右脚没了。本来以他的能力，可以长期留在部队，以后老婆孩子也可以随军。可现在呢，什么都没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养家，怎么生活？一辈子很长的，你知道吗？很长的。他们说的没错，一切责任都在我，我要负起这个责任。风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旧里，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不会容易。这渐渐远离，将梦想都放进了心里。你一步一趋，向着此刻心中的天地，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仍举杯的知己，远方和故乡，繁华与孤寂都一览无余。一年一岁，一朝又一夕，愿追赶之后相识与相遇，无法触及却不忍舍弃，化作漫长的期许。一点一滴，一字又一句，愿人还能相知也相惜。昨日一去，而明日再续，你说是否可以？离开部队以后，俺准备开个维修店，修车、修家电，修什么都行。风雨之后相伴亦相聚，无需刻意，却不能忘记，化作漫长。我正式告诉你，吴东胜不可能报功，也不可能加价。相依，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郭子健又惹事儿了。哎，我都服了，闯了党委会，说是要为负了伤的侦察班长吴东胜请功。他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哎呀，毕竟是他的病，也能理解吧。我提醒你啊，郭子健的问题上，我们俩都属于敏感地带，千万不能插手。哎，我有说。
站住！政委，干什么去？还没闹够吗？这是我的转业报告。党委会已经研究决定了，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等待处理结果。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这个我先收着。这是这次关于演习的反思与总结。哦，这份是我个人对这次演习的一些思考。算了，估计也没什么用。怎么就没什么用啊？这么宝贵的资料，我得留着。随你，反正我以后是用不着了。肯定能用得着。这休假报告，你都审查好几遍了。那上面可盖着旅政治工作部的大红印章。杨长，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到最坏的那一步呢。我们现在其实……行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需要一个人好好捋捋。可是现在没有时间给你好好捋一捋啊。演习刚结束，营里那么多事都等着你呢。老桑，按说这个节骨眼上当逃兵，真不是我郭子健的性格。但是事情赶上了，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留在营里，只会给你添堵，也给别人添堵，没必要。我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挺不招人待见的。以前我也不在意他们怎么想，只想着把仗打好、打赢。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天职，哪需要考虑那么多？通过这回这件事儿，我发现，只凭着自己的一腔孤勇，没用，到头来还害了别人。所以，这一营以后就交给你了。营长，一营的士气需要你，一营将来打翻身仗更需要你。我桑海田从头至尾没有觉得你给我添过半点堵。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不放弃，我还有别的退路吗？有。好好承认错误，好好检讨，争取组织宽大处理。可是我真的错了吗？难道让我去做检讨，不该一心去把演习当作打仗？不该把训练当作实战，不该针对情报真假问题去跟领导较真，不该坚持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最基本的判断。只需要盯着那些演习的评分标准去准备打仗，去操练部队。我告诉你，我做不到，我也绝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跟我一起摸爬滚打的全营几百号人，一身泥巴一身汗，瞎跑瞎转，年复一年，奔走忙碌，到最后连战场的边都看不着。是，现在是和平年代，可这个世界真的安全吗？我不希望我们的士兵，当我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毫无战斗力可言。我错了吗？
好一个铁血营长！刚刚还在跟我说自己只有一身孤勇，现在又在我面前发了这么一大通牢骚。营长，我清清楚楚的记得，你刚来我们一营的时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说战争只有一个字，就是赢。那么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讨论对与错、是与非呢？我觉得你今天说这些话不应该是对我说的，应该说给你自己。你确实应该好好捋一捋，好好问问你自己，是否你现在看待所有的问题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是否你看待所有问题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和缺点在哪里？那你告诉我在哪儿？爱在哪里，在哪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自己想不明白在哪里，没有人可以教得会你。一营不是你说给我就给我的，你没有这个权利。零零休假是你自己选的，你就是应该找个地方好好捋捋你自己了。1年不够，2年，2年不够1辈子，捋不明白，你不用回来了。郭子健，慢走，我送。